哦，哇，今天又是一个过敏的日子，大家不好意思哦，喉咙可能比较多黏黏的东西。OK， 欢迎来到烂手人的频道，我是设计师Jim。在影片开始之前，大家帮我个小忙，影片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更重要的是，我们频道终于通过了 Google 审核的收益模式啦，所以如果有广告跳出来，再请帮吉米多看个10秒钟。你的一个小小的举动，可以给我们我和小编无比的鼓励和动力，谢谢大家。今天我要介绍的表，我要介绍的表去哪？它怎么消失了？等一下，我找一下。OK， 今天我要介绍的表呢，叫做 Baltic Tri-Compax Classic Panda。那光听名字你就知道，里面有熊猫的盘的设计，经典的3眼计时。那熊猫面盘顾名思义，然后搭配上奶油色的一个主面盘，然后黑色的副表盘，有一个非常鲜明强烈的对比。那这种设计最早是通用于这个1960年代，因为当时正处于赛车产业的蓬勃发展，像是 Rolex Daytona 的 Paul Newman， 或者是 Omega Speedmaster Moonwatch，这些都是当时赛车文化的一种象征。Baltic 这个品牌来自法国，那创立于2017年，它的年纪其实非常的年轻，但是我觉得它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就靠着复古风格迅速的走红。它的手表设计灵感也大多是来自于20世纪的中期，也就是1950到1970年代，从潜水表、正装表到计时码表，每一款都有非常鲜明的老表味。我觉得他们这个品牌的价格是相对亲民的，所以可以让更多人享受到所谓的复古风的乐趣。那这一支 Tri-Compax Panda 就是他们常规之中最能够代表品牌美学，也是单价最高的一个作品。我自己对于这个品牌，其实我一开始就觉得，他们的表很有味道，这是我对他们的第一个印象。然后那一阵子我很迷，就是复古的那一种我那时候很喜欢，我就是在找那个 Omega 的 Speedmaster Reduce， 那我一定要找1988年的出厂的那一支因为那是我出生的年份。好了，我透露我的年纪。OK， 它不是，就是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一直在找那种很复古味道、老的那种手表。那直到我看到 Baltic 它出了这个他们的 Panda 那一种有旧的奶油白的色调，不是冰冷的纯白，而是淡淡的这个米黄色，仿佛经过岁月的自然氧化的那种色泽，纤薄的表壳比例，再搭配上一条复古味十足的米珠带，我觉得完全就是把60年代的赛车手腕上会戴的那种工具表的感觉。那重点是，虽然它复古，但是佩戴起来是非常的轻盈，就是我一点都不觉得这个表会有重的感觉。那有一种新表却有老味道的那种特质，我觉得就像是很帅气，可能60岁的一头白发，但是依然很有味道的中年男子的那种感觉。我正认为这也是 Baltic 它这只表能够打动我的一个真正的关键。那要理解这一只 Panda 的价值呢，我们就得先回到60年代腕表的这个脉络。那个时代呢，全球风靡赛车运动，那计时码表成为了专业车手每一个专业车手他必备的一个工具。因为当时没有现代的这种电子计时设备，所以表盘上的测速刻度、计时盘的读数，就是他们在赛道上掌握时间跟速度的重要工具。这也就是为什么像 Daytona、Omega Speedmaster 它会变成传奇的原因，不只是因为它是手表，而是因为它是那个年代赛车文化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它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讲回 Baltic， 它虽然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品牌，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设计师非常懂得如何去抓住这种历史的氛围。Tri-Compax 这个名字本身 ，TRI 的 Tri 就是3眼计时的一个意思，也就是它是3眼计时的一个结构设计。
那 Panda 的配色则是直接向这个60年代的经典致意。虽然今天我们谈的是它其实是一支2002年推出的常规版，但它的故事从更早的限量款的 Peter Auto 的限量版开始说起。那一款表就是真正掀起市场波澜的一股热潮，甚至到2级市场也有人用溢价的方式去成交。很让人惊讶，就是说一个这么年轻的法国品牌，居然可以在表迷圈掀起这样子大的波澜。也因为那一次的限量版的成功 ，Bottega 才决定就是将这一个概念继续延续到这个常规款的系列，推出了 Classic Panda 跟 Reverse Panda。那当然 Reverse Panda 就是黑底，然后3个白眼睛。OK， 那不同于限量的限量的那个鲜艳的颜色，常规版反而更合我的胃口，因为它更纯粹，然后很经典的黑白的对比。那重点是把设计放在这一些小细节以及整体氛围的一个呈现。可以说就是 Panda 就是 Bottega 把品牌定位从一个致敬复古的小众创新推向一个我觉得值得长期收藏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那今天我就不讨论其他的什么 MR01啊，或者是大家所讨论的海鸥机芯，或者是中国大陆的机芯。OK， 我们今天就针对 Tricompax 的 Panda 来做讨论。在今天这个充满数位计时的一个年代，我们从来就已经不需要靠机械表来计算速度、时间，但是 Tricompax Panda 所承载的不是只有单纯的功能，而是一种跟历史结合的一个浪漫。戴在我手腕的那一刻，就仿佛想要踩油门了。开快车不好，但我都是开很慢的车。OK， 那个响起就会有那种就是引擎那种轰鸣声，然后手表的倒数秒数，仿佛就回到那一个黑白的年代。我觉得这就是它很迷人的地方。讨论到设计，我觉得它的细节真的是满满的。首先，它的表盘是浅米色的哑光质感，去呼应当年那个白色面盘的那种氧化的感觉。那黑色下凹式的副盘形成了一个很强烈的层次跟对比。那副盘面也做了放射纹的处理，一圈一圈的。那光线下会有非常细致的反光效果，是非常非常的耐看。那9点钟呢，还加上了一个十字线，它是小秒针的表盘。那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的复古。那这种设计在很多的复古计时码表上都是非常常见的，不光只有 Rolex。OK， 这也让这只表添加了不少的老表的氛围感。再来是指针跟时标，那它用的是抛光的这个指针，线条非常利落，填装了 Super Luminova 的 BGW9 的夜光涂料，这个是 BGW9 是它的型号。那这种夜光在白天是白色，不会影响整体面盘的整体的干净感，可是到晚上它会发出淡淡的蓝白光的一个亮度。它的辨识度不到非常清楚，但是你可以很清楚看到12个点。OK， 那它在12点钟的这个地方，它没有用时标，而是用阿拉伯数字的12，其余的时标则是用棒状的刻度。我觉得让表盘看起来是干净，而且有重点。那外圈的部分当然就一定要讲了，在当年就是这种铝质测速的测速刻度环，一路从200开始绕到50去做结束。那这种呼应设计去呼应这个所谓赛车计时的这种实用功能。外圈呢，它还有做一个倒斜角的一个设计，和蘑菇型的计时按把。那在这个主要的这个表冠上面刻有一个 B 的字样，那呼应 Bottega 的这个名称，然后搭配了一个双弧面的这个箱型水晶玻璃，戴在手上会出现一点点这种立体感，光学的这种变形，让人想到那种老的有机玻璃的表镜的感觉。其实有机玻璃就是亚克力的意思啊，因为那个年代毕竟没有那么好的技术，所以他们会用透度比较高、品质比较好的亚克力来做表盘的这个镜面。当然更重要的事情是，这只表它的尺寸是 39.5， 含玻璃的厚度。玻璃的厚度我目测就有大概2个 mm 到3个 mm，
但是实际上它的厚度是 13.5mm， 我觉得佩戴起来其实它是很轻薄的，很贴手。那表耳到表耳是 47mm 的设计，所以即使是我觉得手腕小的人，他是可以轻松驾驭的。那配上复古的这个米珠带，我觉得可以展现它非常好的这种复古氛围，真的就是有一个老表的灵魂的一只手表。机型方面，这一个 Tri-Compax 的 Panda 它搭载的其实是 Sellita SW510-M， 这其实也是我会买这只表的原因。OK， 那当然它也反映在它的售价上面了。那这一个机芯是一个手动上链的机芯，它的动力储存高达63小时，那对于日常使用来讲是非常足够的，跟过去 Baltic 都使用海鸥的机芯或者是日本 Miyota 的机芯相比，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质的跳跃，质量的跳跃，我觉得它更可靠。那保养维修也非常容易去找到资源跟师傅。那这枚机芯的正频我简单介绍一下，它是28800次每小时，那走时非常精准，稳定度也很不错。那最重要的事情是它是瑞士制造的机芯，整只表的定位因为这颗机芯又再次提升了一个档次。对于一个年轻的品牌来讲，我觉得选择 Sellita 的机芯不只是提升产品本身的一个价值，也是对市场消费者的一种承诺。那整体的结构上，它是使用 316L 的金刚去打造，那兼具强度、抗腐蚀性，底盖为实心设计。那我觉得它的防水只有生活防水50米，虽然不是专业潜水风格，但是日常生活洗手下雨是绝对足够的。记得不要拿来泡澡，水蒸气会跑进去。那对于一只计时码表来说因为我干过这样子的蠢事，就是我带着手表去洗澡，结果那手表毁了，里面的零件全部生锈。OK， 对于一只计时码表来说，这样的规格我觉得是很合理的啦。那定位上呢，我觉得它是属于这个 Panda 是属于亲民复古的计时表，官方定价是大概在1645欧不含税，换算下来台币大概就是5万多到6万的区间。那相比之下，同样搭载 Sellita SW510-M 的机芯的其他品牌的计时码表，常常的价格会落在8到10万甚至更高。当然那个可能有品牌价值跟品牌溢价的存在，那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手表媒体都会称 Baltic 的产物是物超所值。一样的机芯搭配精致的复古设计，却只要可能8折、7折的价格。我觉得对表迷来讲，真的是对我来讲就是很有吸引力，所以我购买。那像 Baltic 在2级市场上的表现，我觉得也蛮值得注意的，就是它之前的限量版也是出现溢价的交易状况，也表示它的这个系列是很受到市场的认可。我觉得对于一个不到10年的品牌来讲，它是非常少见的一个成就。那这只表适合什么样的人呢？如果你喜欢复古赛车文化，那这只表绝对可以满足你。它有浓浓的60年代的这个气氛，但是你却不用冒险去收高价的古董表。那再来就是，如果你跟我一样对于熊猫面盘有偏爱的表迷，那也是可以去做选择。它的细节都处理得非常好，同时它也很适合第一次想要踏入计时机械码表的人，因为它价格合理，然后它的机芯很稳定，也维修保养都很方便。那整个表的设计非常耐看，我觉得戴个10年、15年都不会过时。简单来讲，喜欢经典又想要日常佩戴的人，非常适合选这一只表。那总结来说， Baltic Tri-Compax Classic Panda 是一只一眼可以让人家看到复古灵魂的一只计时码表。它不只是单纯的去复刻某一款表，而是把60年代的很多赛车文化的设计元素重新诠释在现代的语境之中。有经典的熊猫盘、复古的比例、可靠的瑞士机芯以及非常合理的价格。那这些元素加起来，使它成为市场上最值得关注的平价经典计时表之一。那对我来说，它最大的魅力无非就是它佩戴的氛围感。当我戴上它的时候，看着奶油色的这个面盘微微反射的微光，
我觉得手腕上的那一股复古的味道会瞬间让我回想到60年代的那种赛道。有的时候像我研究Tag Heuer 的 Carrera 或者是 Daytona， 都可以查到很多当年在赛场旁边的那些老照片。所以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只手表，也是60年代浪漫的一种延伸，也是一段历史的缩影。那最后再次提醒大家，如果喜欢这支影片，记得帮吉米按赞、订阅、分享，并且开启小铃铛。不管什么样的手表，老话一句，它都不能留住时间，但是可以让我们确定的事情就是，每一分每一秒的过去，我们都在创造属于你跟我的历史。吉米希望大家玩表要玩得开心，玩得健康。有多少预算，买多少价格的手表。戴手表可以让我们更珍惜时间以及身边的人事物。对于时间，我们要永远保持着正面庆祝的态度去活好每一分每一秒。我是烂手人吉米，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拜拜。